有请主持人赵灿。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谢谢大家。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老师是谁？他们是著名的情感作家陆琪老师，欢迎陆老师；著名节目主持人严品宏老师，欢迎严老师；来自华谊嘉信的高级副总裁曲伟老师，欢迎曲老师；涂磊涂老师，欢迎涂老师。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第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们在一起2年多了，孩子也1岁了，但在这1年时间里，他没有做过一件让我开心的事儿。我觉得他就是为了结婚而结婚。我对他的付出不是所有男生都能做到的，可在他眼里却不值得一提。我希望有时候他也能尊重一下我的感受。我跟他在一起从来没过过好日子，他非常自私，永远都由着自己的性子。我现在特别后悔。我为了他违背了家人的意愿，而且我现在一个人挣钱，3个人花，我不知道怎么做他们才能满意。掌声有请这对夫妻，有请。男嘉宾小吴28岁，来自福建，旅游领队；女嘉宾小何25岁，来自河北，全职妈妈。来，有请2位，有请。欢迎2位哈。好，主持人。好，2个人结婚有多久啊？结婚2年了，咋认识的呀？就是在北京工作的时候认识的。是同事吗？对，谁追的谁？我追了他，追了多久？追了半年吧，谈了多久结的婚？谈了半年。就连追带谈1年多结的婚，对，挺好啊。怎么结婚之后出这么多事儿啊？就是他结婚以前和现在是不一样的。嗨，结婚前和结婚后是不一样的。就是结婚了以后嘛，然后怀孕了啊，我就是在唐山养胎，然后到6个月的时候去检查嘛，就是医生讲我耻骨联合分离，这个您知道吗？就是孕妇会有的。然后吧，就是走不了特别长的路，也上不了楼梯。然后吧，等到还有2个月生的时候，他就非得要让我回福建。就没有考虑我，因为他福建那边的楼就是住的是楼房，然后他们家是4层，就是在1层吃饭，在4层住，然后1天是要上下楼好多次，我走1层楼梯都挺疼的呢。哦，我明白啊。我想法是因为我是在福建嘛，他又在唐山，我觉得他要是过来的话，我不是可以全心全意的可以照顾他吗？那会儿你已经不在北京了是吧？对，我那时候已经在福建了。哦，就不干了，结婚以后。对，她不是怀孕了嘛，所以我就想，就是我把工作辞了，我去全心全意照顾她，因为她毕竟是北方的女孩，就回到南方的话，我肯定得就是全心全意陪着她等她。你也知道我没在南方过过，她就是明知道我其实真的不想回去，因为我一想到她打电话叫我回去嘛，她一打电话来，我一说话我都想哭，我就抑郁了，我就想到要回家我就抑郁。后来回没回啊？回来，因为就是我不想让他为难嘛。回去之后有后果吗？有。怎么了？就是到他们家以后，他虽然没上班，但是他也没有好好照顾我。然后就因为我没好好照顾你吧？我在忙前忙后干这干那的。就是到他们家以后啊，因为他们那边的南方口味和我就是完全就是不合嘛。他没上班，他明明可以做，但他不做。然后他妈妈做的那个菜是辣的，然后我吃不惯。然后我就不想吃嘛，然后他就讲我说，我妈都给你做好放那儿了，你不吃就是有点不识好歹。我真的就是觉得孤立无援，连他都不向着我了，然后就是天天心情都不好，然后吃的也不好，然后就是后来孩子就早产了。早产。对，早产1个月，然后生下来特别小。然后生下来以后，然后他妈在外面到处去说，因为我不吃他们家做的饭，天天自己买点黄瓜西红柿吃，因为我才导致孩子小。我只想说，就是真的吃不下去呀。孩子健康吗？现在还挺好的，因为现在是我妈妈在照料，在他们家他们直接照料。男孩。多重啊？生下来是3斤8两。哎呀，那是小了一点啊。就是他早产不是住保温箱吗？因为我其实当时刚生完孩子就是。激素原因嘛，我就特别害怕，特别心疼，我就怕他活不下来，我想让他健健康康的，对吧？然后我就是说，你听大夫的，就是那会儿是他妈妈在卖菜，
然后听隔壁的卖菜老太太，那老太太什么都不懂。然后她说他们家隔壁的孙子，然后在住保温箱照蓝光，把眼睛照坏了，然后就跟他妈妈讲，让他把那个小孩接回来。这个时候就是孩子还在医院保温箱里，就是其实不适合出来的。然后呢，他妈妈跟他说了以后，他就没有跟我商量，直接就打电话给医院，说那个要接孩子，然后医院肯定就是不同意嘛。然后说完以后，他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这个事儿，当时我就特别生气。你不问身为妻子的我，你不跟我商量，你没有把我当成老婆。我当时也是心着急，你知道吗？你着急，你不能先跟我商量吗？理解，都是为了爱，没有人是为了害，对吧？就方式不一样。后来呢？后来就是孩子接回来了，还是因为孩子早产，我真的特别心疼嘛，然后特别在意医生的嘱托，然后就是医生讲抱孩子之前要先洗手换衣服，但是他们家这边就是很不在乎这点事儿。没有不在乎，我也叫我妈去，就是洗手换衣服都做，只不过是偶尔没被你看着了。过来了，但是他也不是特别情愿的过来的，因为他过来以后，我咋还不情愿了？你一说过来，我立马就。点儿啊。行，这都是过去了嘛。那现在的主体矛盾是什么呢？现在就是我想上班嘛，因为我现在身体好点了，能走路了。以前就是连走都走不了。啊。
然后我想上班，他不愿意让我去。那怎么能让你上班？你天天不说你身体没好吗？那你还去上班，是吧？再说小孩还那么小，你去上班了，你身体没好。现在孩子多大？现在就一岁了啊，1岁啊。他现在说我身体没好，好像是在为我着想。他早干嘛去了？我早在7个月的时候就告诉他我耻骨分离不能顺产，他就没把这事当回事儿。现在在这块假惺惺的装来关心我，而且我之后去北京看病啊，就拍片子什么的，他从来就不问我结果怎么样。你现在不希望他出去工作是为什么呀？因为他身体的确是没好，然后小孩不是特别小嘛，光我丈母娘照顾他也照顾不过来。但是我听你在小片里说你压力很大呀，一个人挣钱3个人花。是，那我就得更努力工作嘛。他这个更努力工作，就是更加努力的工作、应酬、喝酒，而且他这个工资其实真的不高，我就不明白他干这个图的是啥。那刚开始不可能是那么高的工资。不在家能看见我的脸，出去玩是挺高兴的，反正就是。啊，这个妻子生完孩子之后应该变化挺大的对吧？她变化特别大，你看前前后后，她之前多好哎，都是怎么说都会顺着我，你知道吗？现在。就只要是一点小事儿，他就能给你画大了。一来脾，他都是被你逼的， 3天2头就来发脾气。都是被他逼的，就是因为他一点点伤我的心。啊，反正现在我听明白了嘛，就是，丈夫觉得压力很大，对吧？特别大，因为上班也不容易，但是回到家吧，他又是一苦瓜脸，你知道吗？啊。天天对我发脾气，就拿一件小事儿说天天翻账，你知道吗？我们结婚到谈恋爱到结婚到现在3年多了，他现在还拿前女友说事儿，你知道吗？真的，我现在想起来还是生气，而且看见他我就讨厌，就不想看他。啊，他对我不是真爱。我怎么就不是真爱了？我从南到北。因为他心里就是我觉得，就是他之前有一个钱包嘛，是前女友送的，但是我那会儿其实心里知道，但是我没有揭穿他。那我这不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吗？我就怕你生气嘛。我就说那个这钱包是谁送的呀？我就看他说不说实话。他说实话的话，顺理成章的我就让他换掉啊。如果他要说假话，事儿就严重了，因为撒谎已经上升到了一个人格问题。你诱骗别人撒谎，你才有问题呢。夫妻之间，你送他只新钱包不就完了吗？这事儿不就过了吗？对，我送他过了，那不就完了吗？他没用啊，他还用之前那个，我就特别来气。但是因为我送你钱包，为什么不用不就完了吗？我碍于面子，我就是不是你这有什么面子？你们俩较什么劲嘛？大家都是在生活，所以生活里面这些事儿，大家其实都明白。其实我们就今天要解决的问题是，今天来干嘛？是说我还想一起过，但是我看他很烦，还是说我压根儿都不想过了？哪一种？还得过吧，因为孩子。我看他很烦，但是我没办法，还得跟他一起过。就是我想能过得有点滋味，是吧？对。好，男生呢？我希望他能对我少发点脾气。好，行。你一定要把人女孩接到福建去生，是为什么？这样我有时间陪她呀。因为如果是在她就是在我丈母娘家里，因为她那个房间特别小。现在那个晚上睡眠怎么样？现在孩子是吗？你我的呀。
这对夫妻是挺心疼他们的啊，因为女生走上来的时候就步伐很缓慢，真的让人很心疼。但是我特别想跟你说的是，女生，我们其实为人母，这是我们的一种女性的自然属性。有些女性可能相对顺利，有些女性是要经历很多磨难，这就是我们的人生。我知道你努力了，你去很用心的照顾她，但是你把这些负面的情绪、不愉快的感受、身体的痛苦，其实我们看得到，你全部一股脑的抛给了你的丈夫。不是说不可以，但是不能够全部的把这种压抑的情绪都给他。我理解你生产之后的激素分泌带来的心理的痛苦、身体的痛苦，但是我们生活是冲着美好去的，不是冲着痛苦去的。你的方向错了，这个时候应该是同舟共济。当你真的很难过的时候，在他的怀里让他拍拍你、抱抱你，而不是你骂他说你不照顾我，你看我现在耻骨分离好不了。我们用力的方向反了，明白吗？可能很多小夫妻确实没有做好生孩子的准备，但因为我们相爱，我们结婚，我们有了这样一个爱情的结晶，那我们一定真的就是同舟共济，往美好的生活去。可能随着时间的往前推移，你激素水平的慢慢稳定会好一点，但是你也要积极的暗示自己，我可以的，我会好的，我的丈夫是爱我的。你要不断的把这些积极的东西给自己，而不是不停的在说他太讨厌了，我看他好烦啊。这样真的是把我们的生活拖向了不美好的那一面。调整一下自己的情绪，我相信你可以慢慢来吧。但我相信你们之间有感情、有责任，一定可以共度难关。希望你们越来越好，祝福你们。好，谢谢老师。其实好像所有的你们之间感情的问题都是基于当时她分娩生产时的那个问题。那我想问清楚，为什么女方是要求剖腹产是吗？对。你为什么一定要坚持顺产呢？因为顺产的话会对小孩还有对这个大人身体都好。我想知道的是，当时的医生的判断是什么？当时我是因为跟他去就我们福建那个医院，去检查了，然后医生说是建议就是顺产，那顺产就尽量。医生建议顺产。对。但是唐山的医生就是建议剖腹产。你那个早产是怎么？是因为早产一般都是一下就羊水破了嘛，破了之后就开始了嘛。没羊水破。那怎么就早产了？因为突发情况，就是突然见红，急产嘛，很快嘛，所以他根本不是说他选择的嘛。是的，这里面没有选择嘛，那是急产。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情况是急产，而且医生并没有建议说要剖腹产。对对对。女生，这件事情不怪他，你多年来的心结就在于说你现在所有的病痛都是他导致的，所以引发了一切在婚姻生活当中各种的不满意。但如果他不让我就是回福建，那唐山其实根本不会发生这件事儿。这个你就是，我觉得有点强人所难了。他让你回到福建，是因为他觉得福建可以照顾你的更好。所以说，在福建我们当然是听医院里医生的建议了。虽然现在出现了说有这些后遗症等等，但那不是他的错，明白吗，姑娘？我真的想告诉你啊，所有当时决定是当那个客观条件发生的时候，那是一个相对来说正确的、中肯的一个决定。即使我们在婚姻当中，我们是有做错的事情，但也不能咬住这一件事情就不放。在爱当中，我们共同目标是要过得幸福，而不是说你现在都在还债，因为你欠我。婚姻爱情里面就怕这个欠，明白吗？谁也不欠谁的，就这样。其实错不完全在于你早产以及耻骨联合分离到底怪不怪的。其实你更多的是觉得在孕产的整个过程当中，这个男生对你照顾不周，或者说在他和他家人在你生产的这件事情上，他沟通不利，让你感受到遇到了很多挫折。每个女人生产都是一次死里逃生，所以女生在孕产的过程当中，男人的冷漠和照顾不周，也许女人会记一辈子。因为一生可能也就只有这一次，但从整个听下来，觉得你对面的这位男士没有那么糟糕，也许是因为不成熟，
把你接到福建去生产，也是因为觉得父母在那儿，很多事儿可以他们拿主意，他心里有点安心。再加上没有太多的生活经验和观察力，所以导致了你受了一些苦。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姑娘，谴责一个人和惩罚一个人太容易了，但要去赞美一个人、认可一个人、鼓励他，其实往往比谴责更难。其实你现在是没有办法的，你谴责他，你得不到任何收获。但如果你要是鼓励他、赞美他，倒是你们的小家庭还能向好的方向发展。你说呢？你心里也很清楚，他也不是十恶不赦，虽然他有种种问题，他踹门，跟你们家庭有矛盾，难道你们家没有问题吗？我不相信你在福建的时候，他们全家人会众矢之的那样去对你，只是照顾不周，只是因为水土不服，只是因为饮食不习惯，而你和你的母亲悄无声息地把孩子一直带到唐山，这本身反而倒是冒失的。所以你就是想明白一点，你跟他过不过，你如果要跟他过，你谴责他没有任何意义。跟他谈恋爱是你自愿的，跟他结婚是你自愿的。临时急产，这也不是他能控制，也不是你能控制。所以你谴责他有什么意义吗？你为什么不去鼓励他？一个男人是鼓励出来的。如果你要让他从这个方向慢慢变好，你就朝着这个方向来鼓励他。你明白吗？明白了，谢谢老师。你鼓励他，只有对你好，没有对你坏。你谴责他，只会让他越来越堕落，让你也越来越烦躁。对于男生来说，在他的孕产期间，你给他造成的那些疏忽，也许有的时候不是你的责任，他也会记到你身上，把你们家人的疏忽也记到你身上。但我们是个男人，女人生孩子本来就很苦，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多的做细一点，补偿一点？是。当遭到他们父母的一些冤枉、一些不理解的时候，咱们能不能忍一忍？能。既然都已经受了苦了，我们知道耻骨联合分离是非常痛苦的。既然已经受了苦了，把孩子生下来了，早产的孩子3斤半，到现在已经健健康康了，所有的劳动果实，我们珍惜它。你说呢？以后不要再说戳人心的话，想过就鼓励他，赞美他，好吗？祝你们幸福。好，谢谢托老师啊。两个人好好沟通一下。初为人父人母，经历了那么多东西，大风大浪的，打打闹闹太正常了。还喜欢他是吧？还有感觉，就放下吧，就放下呗。为了这个孩子，为了你们曾经的爱情，重新来过。男生什么都不说了，人家吃了苦了，咱就好好的配合。好的，咱从今天开始重新来过。我的建议就是，孩子再大一些，带着孩子回趟福建看看爷爷奶奶去，要化解一下，这都是化解了，好吗？好的。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60秒。老婆，那个，从以后开始，就是我尽量努力工作，也经常回家，就是多帮帮忙，然后那个有什么需要我做的，我都会努力去做，你就少发点脾气吧。可能这么长时间以来，就是我对你要求太高了。其实知道你这段时间挺压抑的，然后我在这儿跟你说一声对不起，以后我不会对你那么要求高，咱俩以后好好过吧。亮灯吧。好，谢谢两位，请回吧。来，请关门啊！开门。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
我们一起来见证水玉这对夫。曲折，他能这么信任我，来北京投奔我，就冲这一点，我会一直对他好。我觉得幸福都是靠自己争取的，所以我努力的为了他付出，但是他没有越来越爱我，我觉得这段感情很失败。我想和他成为一对普普通通的情侣，我在为我们的将来努力奋斗，有时会忽略他，但我对这份感情始终没有变。我以前就是太相信他说的话，然后一次一次失望。他对我的爱是有保留的，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继续下去这段感情。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小宁26岁，来自山西销售；小刘28岁，来自河南护士。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老家离得很远是吧？对，离得挺远的。咋认识的？就是在网上微信摇一摇认识的。哦，微信摇一摇哈，哦，就摇出来了是吧？对。哪年摇的呀？在16年的时候。就摇到一起了。对。啊，就在网上聊天是这意思吗？对，就在网上聊天，经常视频，然后就是一起玩游戏嘛，就玩那狼人杀，然后他就玩挺好的，而且我是属于那种对游戏就是相当于一张白纸的那一种嘛，就是他带我，然后我就觉得他挺聪明的，而且经常视频聊天嘛，我就觉得啊，他就是我喜欢的类型，我觉得他长得挺帅的吧，但是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认为的。我觉得这我们认为不重要，你觉得帅就行。对，我就觉得他的长相就是我喜欢的类型。到后来我就给他表白嘛，我说我就挺喜欢你的，咱俩能在一起吗？你表白的？他说对，是我表的白。然后他说行啊，然后就聊了很久嘛，就觉得两个人性格呀，然后就挺合得来的。他就是对我也是挺百依百顺的。然后他说行，那就在一起啊。但是后来就是17年的时候，他跟我说。我想去北京。我说你为什么要想去北京？那个时候你们俩在哪儿生活？也是，就是他还是在山西，我还是在河南，我俩从来就是没有见过面，在现实生活中没有见过面。就是你们俩的恋爱都是在网上谈的。对对，只是在网上，只是在网上聊天。然后后来他就跟我说，17年的时候跟我说我想去北京。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想去北京啊？然后他说我觉得北京就是比较有发展的空间。我说行啊，那你就去呗，就是我支持你嘛。后来他就来了北京，来了北京之后大概有2个月的时间嘛，就我俩之间就是聊天越来越少了。然后我就问他嘛，然后他就给我坦白说，他就是来到这之后就喜欢上了他同事。当时我听完之后我就特别不可思议，然后他就跟我讲我觉得就是咱俩距离有点远然后我说那当初那你怎么不跟我说距离有点远呀？然后他后来就跟我说他觉得就是他跟那个同事经常在一起工作，然后聊得比较来，比较融洽，就一直跟我说要分手。刚开始的时候我是不同意的，然后后来我就想一想嘛，那既然你觉着我不是你就是最想要的那个人，那行，我祝福你可以。然后后来我就同意了，然后他就跟那个同事在一起了。行，这有异议吗？他说的是事实吧？是。哎呀，你是一句话都不说呀，金口难开啊，为啥？那是因为是他的错，在我俩在一起的时候，他喜欢上了别人，那我觉得他现在没有。你是觉得他很惭愧是吧？对，我觉得他是很惭愧，但是我觉得他并不这么认为。
就偶尔一次看电影，就里边一个男主人公喜欢上一个特别平凡的女孩子，就因为那女孩会做饭，做的饭特别好。然后他当时看完之后就跟我说啊，如果说你会做饭，要做那么好的话，我就娶你。当时我说行啊。然后后来我就天天没事儿，就是研究那个菜谱，然后去给他做。啊，然后大概有1个月时间吧，我每天就给他做好之后，我闲的时候我就会给他送到公司。然后后来他就说，哎，你做饭还挺好的，学的还挺快的呀，这差不多1个月时间都学会了那么多。我说是呀，我说你都说了我会做饭，你就娶我。对，我是说过，但是我当时也是半开玩笑的跟你说呀。那你为什么要开玩笑？但是我认真了呀，我认真了呀。你说你是开玩笑的，但是在我心目中我是信任你的。我来北京就认识你一个人。往下说，后面发生了什么事儿？后来我就让我亲弟弟从家里把那个户本偷偷拿出来，然后给我寄过来了。然后我收到这个户本之后，我就跟他说这件事情。我说你说我会做饭之后，你娶我。然后我的户本拿过来了。当时你知道主持人他是什么表情吗？就呆若木鸡，傻了。傻了？对，傻了。你没傻？我当然没傻了。你确定你没犯傻？我没有，我就是想跟他在一起。我来北京就是想跟他在一起。好，说怎么傻了呀？因为他平时在家里太娇惯，然后我怎么就娇惯？就因为我不会做饭，我就娇惯了是吗？那你会做你做过吗？因为我在30岁之前我还不打算结婚，就是那种。那你30岁之前不打算结婚，那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呢？但是我信你了呀。那去结了吗？没有，他劝我把户本送回去，我怎么可能送回去？我送回去我以后怎么办？颜面何在，对吧？对，然后后来就经过这件事情，就是我俩大吵一架之后。然后他就每天就各种理由跟我说他很忙，然后就天天加班，他就没有时间陪我。然后我觉着他不是忙，他而是因为这件事情去躲着我。但是我知道他之前就是没跟那个同事分手的时候，他天天都有时间去陪人家呀。那为什么到我之后就没有时间了？你不知道答案吗？那是我和前女友已经过去的事情了，你有必要就是拿一个前女友和你现在相比吗？那你为什么陪前女友的时候就有时间，陪我的时候就没有时间呢？我是不是在公司升职了？我是不是每天？受排挤。我说那跟我辞职有什么关系啊？然后他跟我说，我当时是不是跟你说了？然后我比较看好宠物医院。你是刚好是学医的，然后我刚好让你去学个宠物医院。我是学医的，那我不得去学习这东西吗？他就跟我说你辞职吧，然后咱们就是开个宠物医院、宠物美容之类的。当时我就心想着也行，然后我就去学习这些东西。结果后来他跟我说不想开了啊，因为公司老板给他加薪了。然后也给他处理了一些就是同事与同事之间的那些矛盾。我后来跟你说了，我知道这件事是我做的不对，但是我是公司加薪了，我再从公司里面撤离，这样肯定是很不好。因为宠物医院打理的资金还不是很到位，如果说到位了，我不开吗？那你当初为什么跟我说呢？你每说的一句话，我都是放在心里的。而且他跟我说道歉，每次就特别敷衍，我说哎呀我知道错了，我下次改。然后你就相信我这一次吧。你信了吗？我信了呀。那你为什么信呢？我就觉得啊，我来北京，我就是为了来找他，他是我唯一可以信的人。然后我是信了，就1次2次我信你，然后1次2次他给我道歉，我觉得。那么今天为什么来呢？为什么来？我就想让他改。改啥呀？就是能不能对我上心一点，能不能不要老是工作。这是你什么人？我女朋友。你把我当女朋友？打算什么时候娶她？再过2年。
一定娶吗？一定娶。哦，你看着他的眼睛说你爱他吗？我爱他。哎呀，你信吗？不太信。你对他好吗？我觉得我做的不是很好，总是会忽略他。啊，那怎么办呢？改呀。从什么时候开始改呢？现在。你喜欢他吗？喜欢。喜欢他，你对他不闻不问的；喜欢他，你天天去喝酒啊；喜欢他，你用各种方式忽悠他，忽悠他开宠物医院。人家说我跟你开，他说晚了啊，你知道我没钱对不对？我有钱给你开。喜欢他，你跟他说我要娶你，人家说那我们结婚吧。哎呀，我还没到岁数，这是喜欢吗？不是，家还回得去吗？那我也不能回去啊，本来父母朋友都不。那你觉得你们俩能结成婚吗？他如果能改的话，可以。他改什么呀？就一个人可以不能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吗？姑娘，我跟你说，一个人可以改掉所有的坏毛病，但是有一点改不了，就是他不爱你，他不可能爱上你。可是我有时候也觉得他就是喜欢我的呀。我们现在讨论的是爱情还是喜欢？两个都有。啊，讨论什么呢？就你为什么不能正视这件事儿呢？从你们俩网恋开始，到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爱上了别人嘛，结果回头人家散了之后，是你主动说我们俩在一起吧，是这意思吧？就是在这段关系里面，你这是很主动的，对不对？对。所以你一次次的受伤嘛。我肯定会娶她的。不是你不爱他，你最好也别娶她。你跟他说个真相好不好？你现在对他到底什么感情？我喜欢他，但我一定会娶的是他。不是，什么叫你喜欢他，但你一定会娶的是他？我没理解这话的意思。就是，站在就是和我就婚纱照的那一刻里面有他。啊？就是婚纱照里面就是。不是你就是为了结婚才跟他在一起吗？你喜欢他吗？我喜欢。你爱他吗？我爱，我希望就是和他在一起。啊，他也没说要跟你分开呀。今天你是来分手的吗？来的时候是这么想的。结果现在呢？纠结呀。好，各位老师看看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其实最容易受伤的还不是那种，喜欢去攻击人的，也不是那种特别硬的，最容易受伤是遇到那种软不拉几的，也不跟你说实话，你跟他说什么他就顺着你说，你听着吧，哎，你都顺着我说，那就我想的是对的，然后你又看生活里面又满不是那么一回事儿。最容易受伤是遇到这样的人，就我挺担心你遇到这样的人的。真心我感受不到，反正到目前为止还感受不到这个男生除了喊几句口号之外，他究竟爱你表现在什么样的地方。我确实感受不到，因为你很简单一件事，一个姑娘跑来说我要跟你结婚，如果这个男人真的要娶你要爱你的话，他至少他会和你过年一起回家吧，去你爸妈面前跟你爸妈说一些什么，至少他要把户口本送回去，他得亲手送回去，也不会让你去面对你爸妈，对吗？这是关心一个女孩正常的反应，这是一个。第二个，姑娘，我觉得你特别缺爱，就你那种表现出来的那种咄咄逼人，可能别人看起来说哇这个姑娘怎么那么厉害，但看在我眼里的话，就完全是那种哇好缺爱，你快点把你的爱给我那种感受。有时候不是你扑上去说你把你的爱给我，你就能得到爱了。冲得太快了，冲得太猛了，做事情啊留有余地，留有分寸。这个事情是对自我的一种保护，也是给别人一种缓冲。你看你一路冲一路冲，他想不接受都不行，然后就被你推着推到最后一步底线，扯正，这是他底线了，你终于推不动，你才发现他底线在什么地方。前面你一直在推他的时候，不是他愿意，是你冲得太猛了，对吗？这不是爱，爱是有心甘情愿的吗，姑娘？网恋啊，它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网恋有时候很美好，但有时候很不靠谱。它美好和不靠谱
那最后它的原因是一样的，同一个原因，什么原因？没有相处的成本。所以你们通过网上谈恋爱的时候，这件事情你们产生了恋，但没有产生爱。只有在线下，你们才能慢慢的去培养这个爱。你们就应该从现在开始，好好的留出空间来，去谈一场恋爱，好好的留出空间来，认识一下他的家里是怎么样的，让他认识一下你的家里是怎么样的，让他去见一下你的父母，让你的父母去了解一下他，这才是为未来而考虑，好吧？就这样。男生，你觉得自己是一个负责任的人吗？或者你愿意去努力负责任吗？我愿意去努力负责任。你负了吗？没有。你不是把这个姑娘从河南叫到了北京，你不是跟她承诺说我要跟你好，你刚才信誓旦旦说我30岁就娶你，你的承诺说出来多么的轻易啊！其实我觉得我们无论多大年龄结婚，我们无论自己身处什么样的境地，责任是一个男人最应该履行的事情。你太不负责任了，而且对这样一个傻傻的姑娘，你都忍心这样的去一再的哄骗她，一再的搪塞她。你以后如果真的遇到了一段爱情，你又有什么样的能力去面对呢？如果你爱他，既然他一直在说我为了你而来北京，那就去好好的努力的和他谈一场恋爱。我们如果能成功就在一起，如果不能成功，那对不起，我努力了，但是我们不适合在一起，也没有人会指责你什么。可是现在这种情形，谁看了不想说你啊？你爱就好好爱，不爱就告诉他，放过他。而女生，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愿意跟自己较劲的人。较劲其实有好处，当我们较劲一件对的事情的时候，那可能会收获一个成果；当我们较劲一个错的事情的时候，伤的就是自己。他跟我网恋不行，我得成为现实的感情；他跟别人好的不行，我得等他跟我好啊，我得跟他领证，我得跟他结婚，我得怎么样，全都是在跟自己较劲。请珍惜我们的青春年华，好不好？不要跟自己较劲。如果你觉得这段感情，你明明看到了他的不负责任，你明明看到了他对你的不够爱、不够努力，还这么较劲，伤害的只有你自己。我劝你把户口本还回去，回去看看父母，好好想想自己真正应该拥有的生活是什么样，不要再较劲，好吗？谢谢。其实男生很明显，你根本不爱他。其实不爱一个人没有对错，但关键是说，如果你明知自己不爱他，你还利用他对你的爱，最终你会伤害到他的，明白吗？想清楚这一点。有时候你在小片里说过，说幸福是靠自己争取的，我愿意为他去付出，但是你恰恰忘了一个前提，这个人是对的人吗？如果不是对的人的话，你所有的付出都会被别人去利用。他口口声声说喜欢你，其实不是，他没有说完。他喜欢的是你的付出。他说你只要过来，我就给你表白，你过来了。他说只要你学会做这个菜，并且给我送饭，我就可以考虑跟你结婚，你做了。说让你辞职，你就辞了。你就在他心里这么不重要。所以我想问问你，你觉得自己重要吗？你觉得自己有分量吗？其实你本质里是没有的。陆琪老师说你缺爱，的确呀，你是一个多缺爱的人，你这么上赶的去要这份爱呀。其实真正的核心是你缺少爱自己的那份心啊。你不爱自己，你不让自己显得有分量，你做的所有的决定都是轻易的、轻率的，别人当然会看轻你了。你为了所谓得到他对你的爱，你放弃了很多，你的家人、你的工作、你自己，最终你放弃了你自己的尊严。你应该坚守的、最应该守住的，你没有守住，你怎么可能去得到一份爱呢？所以先把自己看重起来，好不好？你自己要充实自己，多一些自己的事情。爱情不是充满着你的生活的全部，你还有自己的工作、朋友、家人，多找一些让自己觉得很重要的事情去做，找到一个对的人，好不好？他一定不是，在没有找到对的人之前，先爱好你自己吧，就这样。在我们的舞台上，经常在交流的时候，
会进入一种死结，就太多的男生出现像你这样的问题。我可以承认我做错了事情，我可以承认我无能，我甚至可以承认我自己虚荣，但我唯独不敢承认我不够真诚，因为承认自己不够真诚本身需要很大的真诚。有的时候人就是这样，不喜欢也要站着。我问你啊，男生，当主持人反反复复问你，那你真的会娶她的吗？娶，什么时候娶？过2年，过2年真的是娶的是她吗？拍婚纱照的一定是她。你真敢这么说？如果假以时日，你碰上了一个你特别喜欢的女生，你把她安放到哪儿去？你回答我呀。我会选择她做我的新娘。你还会选择她做你的新娘？你的意思就是说，你觉得你真的一定会娶她，是吧？对啊。好吧。所以说这就是一个死结吗？到这个时候都觉得我再怎么样，我得守住这一关，我绝对不能把这个话给松口。但我想告诉女生的是，你这样的女生会给你追求的男生3个印象。第一个印象是没有价值，第二个就是坚强。男生无论多么疏忽你、不尊重你、给你任何的伤害，你都能挺住。第3就是好糊弄。但事实上这一路走来，你自己知道，有的时候你自己撑得有多苦。你难道除了嫁给他之外，就没有一点能够体现自己价值的事情吗？有，但是当时就是一股脑儿就想跟他在一起。其实说句实在话，你自己摸摸良心，问问自己，跟男生在一起其实也就那样了，只不过是他一直不敢娶你。他要是真娶了你，也不过如此吧。他能带给你什么呢？除了开着玩笑跟你说所谓的誓言，你学会做菜我就娶你，你来北京我就娶你，等等等等这些谎言之外，他还给了你什么？他给你的有你父母给你的多吗？有你的弟弟给你的多吗？你花着这么多的大好时间，你不去珍惜那些自己的亲人，你珍惜这样一个经常糊弄你的人，你有意思吗？带着你的户口本回家，能够在父母面前做一个孝顺的女儿，至少是你的一种价值；能够做好一份工作，至少是你的一份价值。而在一个根本不珍惜你的男人面前，奉献所谓的任何真心，结果都是被别人轻视，你没有价值。你说呢？就这样吧。男生，男人哈，担当不起，有时候逃跑也是担当啊！啊，别死扛。女生，学会爱自己，好不好？嗯。接下来一起进入听真情60秒。觉得他投奔我，来北京投奔我到现在，这3年来你为我付出的足够多了。我最后希望的是，我选择还会和你在一起。我希望你能够留下来。我现在也很纠结呀，你每次都跟我说你会改，可是你从来没有改过呀。我现在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是到底是信你还是不信你？如果我说我要信你的话，那以后你要是再像以前似的，那我怎么办？那你有想过我吗？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你从来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你只是在想你自己，你从来不去为我去想，你哪怕为我想那么一点点，我觉着都不会是今天这样的结局。是我以后会改，但是好了，谢谢2位，请回吧。好。请关门。莎士比亚说：“因为不了解而结合，因为了解而分手。陌生引起了热恋的冲动，彼此的不同造成了互相吸引。
但是当热恋褪去，真正的结合才刚刚开始。所以在一起之后，才发现并不了解对方，其实很正常。真正的深爱，往往产生于彼此磨合的鲜血淋漓，在有了挣扎、冲突、忍耐、矛盾之后的爱情才有价值。请开门。哟，哎，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现在请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京云 App，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师进入到京云中央厨房，让我们一起进入《爱情保鲜剂》。有网友提问说，我和我的女朋友呢是网恋认识的，她长相一般，但是我们聊得来。最近我发现呢，她总在网上聊天，交各种朋友，而且还用自己一个挺好看的闺蜜照片做头像，那么还放了很多人家的生活照。我质问她，她说那些都是虚拟的，也不会在现实中联络。她只是想缓解一下生活的压力。我不知道她到底是不是真的想跟我走下去呢？她想不想和你走下去，你要去问她啊。说实话，我看你一点都不了解她，还是好好的做做爱情的功课，加把劲儿吧。谢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谢谢大家。